第1146章偷学。萧炎望着那嫣然轻笑的曹颖，他自然是知道，此刻即便他主动退出，叶家也将会顺利地保留下5大家族的名额，但对方却是已将话说到了这个份上，若是就此退出的话，倒是显得弱了气势。而且对于曹颖这位号称丹塔未来巨头的候选者，萧炎对他也是极感兴趣，因为他知道这曹颖也将会参加这次的丹会，而到时候他必然将会是自己的劲敌，若是能够在此时与其略微交手，倒也是能够勉强的摸清一下对方的底，如此也不至于到时候显得措手不及。当然，灵魂力量的比拼自然不能代表炼药术的强悍与否，但却是能够管中窥豹，对对方的一些实力有着一种大致的了解。终其上种种缘由，这主动退出之事，萧炎自然是不会去做，因此曹颖的这番挑衅，他需要接下来。心中打定了主意，萧炎也是缓缓地点了点头，目光紧盯着曹颖，道：“曹颖小姐，请。”闻言，曹颖脸颊上笑容越发妩媚，掩嘴娇笑道：“萧炎先生果然气度非凡，不过既然如此的话，那小女子可就献丑了。”轻笑声徐徐落下，曹颖修长白皙的玉手缓缓探出，旋即结出一个奇异手印。而随着这手印的成型，萧炎猛地发现一股磅礴浩瀚的灵魂力量正飞速地在其掌心成型，隐隐间能够从那扭曲的空间中看见一个若隐若现的手印。萧炎目光紧紧盯着曹颖那道手印，眉头微微一皱，心中暗自称奇，这手印居然能够调动灵魂力量，从而凝聚并且形成攻击之状。他能够感觉到，他灵魂手印上汇聚的灵魂力量并不比先前那灵魂凤凰强多少，但两者的威力却是相差巨大。也就是说，曹颖这奇异的手印有着凝聚灵魂力量并且达到增幅的奇效，这种效果倒是有些类似斗技。远古炼药师能够将灵魂力量的威力发挥至最大，甚至足以和一些强者的斗技相媲美，这种手段远古炼药师将之称为魂技。曹颖玉手保持着那奇异手印，冲着萧炎展颜一笑，轻声道：“如今魂技大多都已绝技，但我是施展的却是那未曾绝技的一种魂技，因此威力可是不弱，你要小心了。”魂技。闻言，萧炎心头顿时一凛，旋即眼神有些炽热地望着曹颖玉手保持的那个奇异手印。他曾经听天火尊者所说这东西，不过令得他有些疑惑的是，天火尊者所说的魂技是灵魂的修炼之法，而曹颖所施展的这个明显是灵魂的攻击之法，并无半点的修炼之用。难道这魂技也分攻击与修炼两种类别？萧炎在心中嘀咕了一声，这种情况怕也就只能用这种理由方才能够说通了。不过即便如此，他对于曹颖这手印魂技也是相当的垂涎，毕竟有了这东西，那灵魂力量的威力也将会大增许多，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另类的保命手段。魂技就犹如斗技一般，若是修炼斗气的强者没有斗技的话，那么便只能凭借雄厚斗气与人相战，但那样的话，与拥有斗技的人战斗必然是要吃亏，而这也是如今萧炎所面对的状况。曹颖拥有着魂技，能够将灵魂力量的威力发挥至最大，但他却是只能依靠磅礴灵魂力量来抵御，此消彼长下，吃瘪是自然的。萧炎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曹颖那奇异手印，那模样就犹如是将要之牢牢记在脑海之中一般。似是察觉到萧炎的目光，曹颖嘴角微翘，旋即手印闪电般的变化出一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幻影，一道冷喝自其嘴中清冷传出：“魂玄印掌！”喝声落下，曹颖玉手之上的磅礴灵魂力量瞬间凝固，一道与其手掌相仿的灵魂手印闪电般的脱离而出，生生的将面前的空间撕裂出一道漆黑缝隙。灵魂手印虽说无形，但那种异样的压力，即便是隔着老远，便是令得人有些喘不过气来。对于曹颖的这一手，萧炎自然是不敢有丝毫怠慢，脸色凝重，磅礴灵魂自眉心处暴涌而出，然后再度凝聚成一只灵魂巨拳，狠狠地对着那灵魂手印轰击了过去。砰！灵魂巨拳与手印在短短一瞬间便是轰然相撞，无形的劲风涟漪从对碰之处暴涌而出，广场之上的地板在此刻滚出了一道气劲波浪，坚硬的石板砰的一声爆裂成一地的碎片。两相对碰，萧炎的身体也是被那恐怖无形气劲震得茶飞而退了10来步，方才缓缓停住。此刻的他
距那红线范围已经只有不到10丈距离。再来，第一次的真正交手，无疑是萧炎落入了下风，但他脸庞上却是没有半点的颓废，反而是猛地抬起头，目光炽热地盯着曹颖，沉声道：“见到萧炎仅仅是退后了10几步，便是将自己这一掌印给撑了下来。曹颖那如春水般的美眸中也是掠过一抹诧异。对于他那一掌的威力，他再清楚不多，即便是一些7品高级的炼药师，想要接下来也并不容易，但萧炎却是做到了。这小子果然不简单，说不定此次丹会他也会如同丹晨一般，是我的劲敌。”眼眸微微闪烁，曹颖脸颊上的笑容越发动人。他生性高傲，而且好胜，最喜欢的并非是无人能敌，而是能够真正的遇见一些有资格让他对手。以往的丹晨算一个，但那丫头平日被丹家藏得严严实实，生怕出了什么意外，若是有什么大事也不会离开丹家，因此如今在瞧得萧炎之后，倒是手痒得厉害。轻吸一口气，丰满的胸脯随之起伏，曹颖双手探出，各自结出一道奇异手印，旋即犹如双手互搏般各自闪电变换。而随着其双手手印的变化，一道道磅礴无匹的灵魂力量开始缭绕在其双掌之间，一股异样的灵魂威压令得大殿内不少人脸色都是有些变化。在座的人虽然都不是寻常人，但也是很少见到能够将灵魂力量运用到这一地步的人。毕竟如今的时代，斗气修炼方才是主流，灵魂这种玄之又玄的东西只是陪伴着斗气增加的半生物而已。因此对于曹颖能够将灵魂力量发挥到这一地步，他们心头也是有些感到不可思议。萧炎的目光炙热地盯着曹颖那飞速变化的手印，在那迎面而来的灵魂威压下，那对漆黑眼眸中却是缓缓地升起2缕碧绿火焰。在火焰升腾间，萧炎突然发现曹颖那闪电翻飞的手印却是在这一刹变得极为的缓慢了起来。他那寻常人看得莫名其妙的奇异手印，却是令得萧炎猛然间有种灌顶般的顿悟。对于灵魂的掌控，萧炎也是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地步，而魂技便是如何以最小的力量发挥最大的威力。以前无人给萧炎解说这些，但今日曹颖在他面前施展他从未见到过的魂技，却是犹如给他打开了一扇新的天地般。以往对灵魂力量施展的诸多迷惑，也是在此刻悄然而解。宝藏，萧炎从不缺乏，他所缺少的是一把开启的钥匙。砰！曹颖闪电般变化的手印陡然凝固，此刻他的双手保持着一种堪称诡异的印结，寻常人看一眼只会是一头雾水，因为这种印记与斗技的一些印记完完全全没有半点的关联。手印结成，曹颖脸颊上掠过一抹轻笑，旋即左手印猛然轻推而出，手印一动，一道磅礴掌印便是犹如下山猛虎般暴掠而出。低沉的虎啸之声在大殿之内所有人的灵魂之中低沉响起。无形的磅礴掌印在萧炎双瞳之中急速放大，而其头发衣袍也是在此刻被吹得不断的后飘，面前已经化为碎片的地板也是咔咔的被震成一团灰烬。好！随着眼瞳之中的掌印越发庞大，一道低沉吼声也是猛地自萧炎喉咙间传出，便拳微掌，然后手指急速闪动，略微有些生涩的结出几道印记。印记刚刚结动，那磅礴掌印却是猛然而至，旋即重重的轰击在萧炎手掌之上。砰！无形涟漪犹如波浪般暴涌而出，萧炎盘坐的身体的暴射而退，沿途留下一道深深的沟壑。咚！萧炎手掌狠狠一拳击在地面上，在带出一个丈许深的坑洞后，身体方才稳定下来，微微偏头，只见得那红线已只有3米左右。再度狼狈相接，但萧炎眼中的灼热却是越来越烈，盯着曹颖笑道：“再来。”曹颖脸颊微微一变，深吸一口气，右手保持的手印在这一刻缓缓一变，然后一道比先前强悍数倍的磅礴掌心犹如风暴一般带起惊天龙吟，在大殿之内响彻而起。在那带起灵魂风暴掌印自曹颖掌心掠出时，萧炎眼瞳猛然大睁，拳变掌，掌变印，伴随着萧炎那极为生涩的手印施展而开，其周身磅礴的灵魂力量居然也是开始以一种特殊的轨迹急速凝聚而来。望着萧炎那生涩的手印，曹颖眼瞳却是陡然一缩，脸颊上头一次出现了震惊之色，因为萧炎的那生涩手印居然与他先前所施展的手印完全相同。